欢迎大家来到老爸的时光，把美食带进你的厨房。今天教大家怎样用电饭锅和蒸锅做出蓬松暄软的蛋糕。视频绝对是全网最详细的配比就给大家整理了3种。如果电饭锅做不了，还有蒸锅的做法，详细到水温都计算好了，保证让大家都能吃上香香软软的蛋糕。首先准备5个中等大小的鸡蛋，大约每个60克的。先把蛋黄和蛋白分开。考虑到看这期视频的朋友在家做经验上会差一点，我就讲得更详细一些。鸡蛋用冰箱里正常冷藏的就行。分蛋的时候放蛋黄的这个碗无所谓，放蛋白的碗一定要干净，而且分的时候不能混入蛋黄，混入一点蛋黄后续就很难打发的。分好之后，先在蛋黄中加入50克牛奶、50克玉米油，再擦上少许的柠檬屑。柠檬屑可加可不加，主要是用电饭锅或者是蒸锅做出来的蛋糕会有蛋腥味，这样可以遮盖一下。如果是烤箱的话就不用了。简单搅拌后再加入80克的低筋粉，搅拌均匀，这份材料就准备好了。如果面粉有小硬块，记得过筛一下。如果没有低筋粉，用家里做包子馒头的面粉也能做蛋糕，但是需要处理一下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8月20号那期专门做蛋糕的视频，讲得非常详细，就是蛋糕甜品合集的第1个视频。搅拌好之后就打发蛋白。打发蛋白很快的就几分钟，所以咱们先把电饭锅打开，用平时焖米饭的功能先加热上几分钟。接下来呢，就在蛋白中加入50克白砂糖，再挤点柠檬汁，然后打发。柠檬汁可以用白醋代替，或者是用专用做蛋糕的塔塔粉，三者任选其一。这都属于酸性材料，可以提高蛋白的稳定性。打蛋器先开低速，防止材料飞溅，之后转到高速持续打发。这个就是最基础气封的做法。但是对于在家里非专业的人，而且用电饭锅来做的话，也不太好做的所以老爷子用40多年的烘焙经验改良了一下，让它更适合在家里做。首先是蛋白打发的时候打发到湿性发泡。怎么判断呢？就是打发出来的蛋白很软，还有轻微的流动性。这个时候就先停一下，加入25克的玉米淀粉，然后再继续打发。加入淀粉可以让材料更稳定。第二就是让蛋糕的支撑性更强，这2点非常重要。具体的原因我就不给大家解释了半个小时也讲不完，不如直接给大家配比，大家比个葫芦画瓢更简单。但是这个淀粉的用量稍微有点多，比正常做法的蛋糕稍微硬一点。但除非是经常吃蛋糕的不然吃不出来太大差别的。刚才打发到湿性发泡其实已经快好了，加入了淀粉，再打1分钟左右就到了中性发泡，就是倒扣不流，有一点弯钩状就好了。打好之后，取1/3的蛋白和刚才的蛋黄混在一起，这一步就混合均匀，没有要求。混合好之后就把2份材料都倒在一起。这一次要稍微快一点，用翻拌的方式翻拌均匀。很多人做蛋糕失败了，就是这一步出了问题。翻拌的时间太长，或者是手法不对，导致蛋白消泡了，里面没有空气了，所以烤出来的蛋糕就变成饼了。刚才加入的玉米淀粉能让蛋白更稳定，这样更适合新手来做。翻拌均匀之后就直接倒在电饭锅里。如果是用烤箱做蛋糕烤箱是可以根据蛋糕来调节温度时间的，相当于前者去匹配后者。但是电饭锅不能调节，很多人做失败不一定是技术原因，可能是用的电饭锅就不适合做蛋糕。很多电饭锅虽然有蛋糕功能但是我觉着大部分也都是噱头。所以想用电饭锅做出蛋糕，得用逆向思维，就是根据电饭锅来匹配适合它做的那几款蛋糕。功能上就直接用焖米饭的这个功能，这个功能大家都一样。然后看一下电饭锅的功率，
我觉着800瓦到1200瓦之间的就行。这个区间的电饭锅焖米饭大概就是30到40分钟，所以咱就把蛋糕做成30到40分钟能熟的大小，就和焖米饭一样。好了之后自动跳到保温功能上，再焖个5分钟，蛋糕就可以出炉了。但是有3点要注意。第一点就是如果中途停了，比如20分钟就跳到保温功能上了，这个时候就重新打开，取个中间值吧，比如到了35分钟再手动给它关掉。但是要记住中途不要打开盖子去看，因为蛋糕在没熟的情况下进入了冷气，蛋糕就会立马塌下去。第二点就是有一些比较贵的电饭锅有温度保护功能，它监测到电饭锅里焖的不是米饭，就自动停止，防止产生隐患，所以这种电饭锅就不适合做蛋糕。第3点呢，就是不要把蛋糕做得太厚，就像视频这样8到10公分就行。下期视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港式的蒸蛋糕，就像蒸馒头一样来做，比用电饭锅成功率还高，同样能做出暄软好吃的蛋糕。好了，那这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